面对 AI 呢，现在的教育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从高中的 AP、IB 到大学的藤校，那么关于这个孩子能不能用 AI，所有的权威机构呢正在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 AI 乱象。我们先看这个中学的教育体系哈。AP 考试呢是美国大学理事会针对中学生可以预修的大学课程，它是可以在上了大学以后呢转学分的，也是现在中学生的升学时候的硬实力的一种考察，算是很权威吧。他在对待 AI 的态度上呢是非常的严格，这个 AP Art 更是强硬到了极限，可以说是零容忍。它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 Adobe 有个全家桶，它里边的这个软件的 AI 预设呢，你必须全部关掉。这个 Photoshop 呢，你必须要标明版本号，甚至还列了一个黑名单，像 Midjourney 啊、抖音啊，这些软件呢，通通在上头。他还特意强调说，这个名单我们随时更新。我们知道现在 AI 软件更新得很快，别想钻空子，没门儿。这个用词呢，非常的斩钉截铁。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is categorically prohibited。这个 categorically 这个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没得商量的，哪怕是你找灵感、做草稿，统统不行。AP 的逻辑是呢，我们要保护那种最原始的从0到1的这种原创造力。意思就是说呢，你 AI，你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堆像梵高画的画，但是呢，你永远画不出第一张梵高。如果一个中学生从这个草稿到成品都去依赖 AI，那么他就会失去这个我们说观察世界的眼睛，失去属于自我的语言，更失去了这个我们说表达自己的这种权利和自由。当然，肯定也失去了这个考试的公平性。这个 AP Art 呢，它本身它的考试评判标准呢，就是它是知识、思考、技巧，相融合以后的这个结晶。重点在呢，我们说这个创作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必须而且只能由人亲自亲手来完成。我们转头再看看这个 IB 课程，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呢，这个 AI 呢，肯定是学习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说学数学可以用计算器一样，大家光明正大的随便用，只要你说清楚你用在哪儿了，怎么用的就行。反正 AI 呢，你们可以用来做灵感库，可以来做参考图，你只要最终成果这个成品不是纯 AI 生成的就行。这个 IB 的逻辑呢也很现实，既然未来 AI 会大范围的普及，那不如让孩子早点学习使用，对吧？早用早受益嘛。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这个北美中学生基本上都参加的 Scholastic 的这个艺术与写作奖，他们的态度呢相当于是实用主义的中间派，明确就是说你头脑风暴 brainstorm 你可以用，但是呢最终作品呢你不能用 AI 生成，也就是说呢你脑子可以用，但是你的手呢必须用你自己的。你要说这几个谁对谁不对呢，好像也没什么标准，只能说呢不同的规则呢体现出不同的教育哲学理念。我们说完中学呢，再来看看大学，也是乱成一锅粥。斯坦福、麻省理工，属于这个激进派，他们是鼓励学生使用 AI， 还创建了一个什么 AI Playground。他们的逻辑呢 ，AI 就是未来，现在你不玩溜了，以后你怎么混呢？对吧？牛津大学呢是属于保守派，那是相当的严肃，未经授权使用 AI， 那就是作弊，没得商量。当然呢，还有中间派，比如像哈佛，它的政策叫因学院和老师而异，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也没整明白，这个老师们、教授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哈。那个小视频里不经常就有这种，在这个大学的课堂里，这个老师发现这个学生正在用 AI， 然后就这种发飙的这种视频吗？那今年5月份还有一个新闻，在这个世界排名前50位的这个波士顿的 Northeastern 的 University， 这个东北大学里面这个课堂里呢，有一个眼尖的学生就发现，他的这个商科教授啊，在这个课堂上呢是严厉禁止学生使用 AI， 但他自己呢在自己的这个讲义里居然留下了明显的这个 ChatGPT 生成的这种痕迹，于是这个学生呢就要求退学费，闹得很大这个事儿。当时这个新闻呢还登上了这个《纽约时报》，在 Reddit 呀、Facebook 呀这些社交媒体上呢也引发了这个大量的讨论。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这个只许州官放火的这种感觉？但话说回来哈，我们说这个双标呢，其实它是很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教授他可以用，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我们叫认知驾照，也就是说呢，他是把 AI 当做一个加速器，他可以驾驭 AI，AI 呢可以帮他进行提速。那如果学生
在还没有建立起他的认知和独立思维的能力的时候呢，相当于他没有驾照，他呢把 AI 完全当成一个自动驾驶的发动机，他方向和速度都控制不了。那你说对这个学生来讲，他上这个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时代呢，这些现象的背后呢，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老师，该如何的去规划和引导孩子的学习呢？评论区呢，请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那么下期呢，我们会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呢，硬核的来进行分析。那么 AI 对中学生来讲，到底是数字尼古丁还是数字维他命？关注未来艺术，一起探讨青少年面对未来的当下教育。